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从赵丽颖傍金主到张子枫陪睡，我看透了内娱新骗局。娱乐圈又出大瓜了，这次娱乐圈爆出的离谱大瓜，让我看透了内娱的新骗局。近日，有八卦记者爆料，Z 姓女演员为了能够拿到好的资源，居然主动陪睡已婚某影帝。据说这位影帝的年龄可能比 Z 姓女演员的父亲还要大。不仅如此，在5、6年前，两人一起合作某国民剧的时候，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便已经开始了。直到现在，两人这种关系一直没断。而更加令人震惊的是，这位 Z 姓女演员在去年还被媒体曝光过和圈内某90后小生的恋情。如果属实，那么这两个人可谓是双双出轨。除此之外，八卦记者还特别强调，这位 Z 姓女演员看着非常女神，只不过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一时激起千层浪。在这位八卦记者爆料后，大家开始吐槽娱乐圈的乱象，有人谴责婚内出轨，并且拿着自己手中资源潜规则女明星的老戏骨，也有人指责那个为了资源不顾男友感受，主动陪睡的 Z 姓女明星。同时，大家也很好奇这位 Z 姓女明星到底是谁。为了挖出这个 Z 姓女星，网友们开始各种对号入座，于是圈内无数 Z 姓女星纷纷躺枪。尤其是去年曝光过恋情的张子枫，则成为了大家的重点怀疑对象。这样的猜测让馆长非常迷惑。要知道，2001年出生的张子枫，今年还没过22岁生日，严格来说现在只有21岁。往前推5、6年，张子枫只有15、16岁，还仅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。而且这2年，张子枫的资源并不好，几乎没有什么大女主戏份。因此，这样的猜测在馆长看来实在太过离谱。不过让人意外的是，曾经和曾志伟传出过绯闻的周冬雨，这一次却被大家排除在外。要知道，5、6年前，周冬雨的资源确实有过一波飞升。那时候，周冬雨凭借着《少年的你》、后来的《我们》等剧，成功拿下3金影后，风头无两。而且去年，周冬雨还和90后小生刘昊然传出了绯闻。因此，各方面都很吻合的周冬雨，最该是大家最该怀疑的对象。然而，却因为爆料者一句该女星是女神，于是周冬雨被成功从风波中解救了出来。因为在大家心中，周冬雨和女神完全不沾边，而网友们对周冬雨的评价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有人说，看着像女神，就一定没有周冬雨什么事；有人说，周冬雨身上没有什么是老戏骨可以涂的；更有人表示，不会有影帝那么想不开，去潜规则周冬雨。而该八卦媒体的爆料方式以及炒作方式，却让馆长莫名的熟悉。就在上个月月底，某八卦记者爆出某85后女明星，在几年前被某位金主包养。虽然这位金主很爱这名女星，奈何自己是已婚的身份，无法给女星正牌太太的位置，于是便将这位女星当作金丝雀养了起来。后来，这位女星意外怀孕，金主为了能够留下两人的爱情结晶，同时将产子对女星事业的伤害降到最低。于是这位金主便找到了一个能够和女星结婚，同时又愿意替两人保密的男星，安排两人假结婚，从而达到让这个孩子名正言顺出生的目的。而等这个孩子出生后，两人再离婚。该爆料一出，85小花赵丽颖瞬间躺枪，便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只因为当年赵丽颖在事业正当红的时候，
便突然和冯绍峰结婚生子。而且在和冯绍峰的这段婚姻中，赵丽颖基本没有秀过恩爱，吵过恋情，并且两人确实是在孩子出生后不久便官宣了离婚的消息。因此，这则爆料就像是为赵丽颖量身定制的一般，处处能和赵丽颖挂上钩。这也难怪赵丽颖会被推上风口浪尖。然而细想之下，又漏洞百出。要知道，冯绍峰这些年虽然一直很低调，但是不代表是个软柿子。从家境来看，冯绍峰父母都是生意人，手里握着业内数一数二的纺织生意。而冯绍峰本人在娱乐圈虽然算不上是一线男星，但是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，也并非无名之辈，实在没有必要去做顶锅生儿子的事情。随后，在理性吃瓜群众的分析之下，这件事情的热度才慢慢散去。而关于85花甲结婚为金主生儿子的事情也不了了之，因此这个瓜成为开年后一个离谱假瓜。而在往年，娱乐圈离谱的瓜也不在少数，比如曾经有八卦记者拍到张小斐和神秘男子同坐一辆车回家，张小斐便被爆出新恋情。不仅如此，还有不少营销号将两人的举止写得相当亲密。结果，这位神秘男子居然是张小斐的助理，而且该助理还是个女孩子，只不过这位小姐姐是短发而已。这件事情让张小斐的助理无语至极，随即便在社交平台澄清，表示自己并不神秘，并且配上了一个张小斐头大的表情。而张小斐的恋情瓜也仅仅只是内娱八卦记者骚操作中的小场面，相比之下，塌房男孩陈飞宇的瓜就要离谱多了。或许是因为大家坚信老子英雄好汉这句话，觉得风流的陈凯歌教不出私生活干净的陈飞宇，因此当陈飞宇在凭借着点燃我温暖你一炮走红后，便瞬间被7、8个八卦记者盯上了。他们每天徘徊在陈飞宇的左右，只为了拍到名导儿子的一手瓜。然而这群八卦记者终究还是太着急了，在拍到陈飞宇和美女吃饭的视频后，居然连美女是谁都不确认的，便迫不及待曝光了陈飞宇的新恋情。结果和老妈陈红吃了个饭的陈飞宇，就这样传出了自己演艺生涯最离谱的绯闻，也是让陈飞宇非常无奈。不过在这里还真是不得不吐槽一下，这届八卦记者们的业务能力确实是太差了。最后陈飞宇塌房的瓜还是靠网友们爆了出来。当然这些败绩并没有让八卦记者气馁，反而让他们越挫越勇。虽然依旧是乌龙不断，战绩依旧惨不忍睹。比如在陈飞宇绯闻乌龙不久后，便有八卦记者爆料娱乐圈顶流蔡徐坤约会神秘女子，两人举止亲密，相谈甚欢，疑似恋情曝光。结果这位神秘女子居然是留着长发的华晨宇，这乌龙简直让网友们无力吐槽。当然了，这届八卦记者虽然业务能力不幸，但是觉悟很高。在费时费力后却拍了无数乌龙瓜之后，八卦记者们开始调整策略，由之前的拍瓜直接变成没有任何成本的造谣。于是毛不易在端午节的时候发出和郭麒麟的合影时，便有八卦记者在网上造谣两人取向有问题。刘奕君在中秋晚会上牵了一下流量明星刘怡彤的手，第二天便有八卦记者爆料刘奕君是同志 BT 狂，指责刘奕君胆大包天，居然公然占小鲜肉便宜，在节目中对小鲜肉上下其手。结果刘怡彤是人家刘奕君的儿子，这关系别说牵手了，就是摸摸脸也只是老父亲对儿子的关爱啊。当然还有更离谱的，明星世勋买了一条黑色的小狗，并且晒出了自己和狗的亲密照。
第二天，便有八卦记者造谣，因为灿烈喜欢拿世勋的狗当抹布，于是世勋便买了一条耐脏的黑色小狗，两人的爱情感天动地。这也就算了，今年迪丽热巴居然因为穿了一件宽松的大衣，便被造谣已经怀孕，并且这一消息还登上了热搜。而这股造谣之风，看快便流向了商界。前段时间，董明珠便因为和公司某高管一起出行，被造谣和该高管谈恋爱。对此，董明珠在第一时间站出来澄清，并且怒斥造谣者的低级下流。随后，格力方面直接向公安部门报了案，请求严肃处理造谣者。最后，谣言的发起者龚文祥20多万粉丝的账号直接被封禁。然而这些瓜好歹还有点根据，只要当事人站出来澄清一下，并且找到造谣源头，解决一下就好了，对名誉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。然而今年，某些八卦记者的造瓜技术直接升级，开始了他们的新骗局，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编故事。故事一编，往社交平台太上一发，八卦记者便坐等网友们对号入座，对娱乐圈明星们进行各种猜测。在网友们的猜测中，八卦记者们流量有了，粉丝有了，名利双收。而那些被网友们对号入座的明星们就惨了。面对着网友的猜测，他们不澄清，便会被泼上一身脏水，无端遭受的骂名。如果澄清的话，又显得此地无银300两。最后，他们只能默默吞下这份委屈。而更重要的是，这样的事情让明星们防不胜防。毕竟媒体偷拍，明星们可以减少出门，降低被拍到风险，从而减少误会。媒体喜欢放大明星们的行为，明星们也可以在公共场合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。然而面对八卦记者们编出的似是而非的故事，却让明星们防不胜防，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刻他们又能编出怎样的故事，而且故事中八卦记者又没有指名道姓，被对号入座的明星们只能哑巴吃黄连。正如2月月底，因为有人造谣85小花甲结婚为金主生子，赵丽颖被推上风口浪尖。然而85小花甲结婚为金主生子事件刚刚平息，在3月月初，张子枫便又因为女星为资源陪睡已婚影帝的事情而陷入舆论的风口。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还会有很多类似的乌龙瓜被爆出，然后这八卦记者们吸了流量后，这些瓜便不了了之，就像85小花甲结婚为金主生子事件一样。毕竟编故事不需要成本，而没有指名道姓的故事更不会被追责。八卦记者只需要花上那么几分钟，编上一个小故事，便能够轻轻松松坐拥名利。因此，以后类似的乌龙瓜一定会越来越多。而在这一系列乌龙瓜的背后，我看到了在流量为王的时代下，一些八卦记者们最丑陋的一面。他们在利益的驱使下，一点点丧失了职业操守，从造谣到编故事。为了能够获得流量，他们不择手段，没有丝毫底线。而更重要的，这种不正之风正在席卷整个网络平台，而且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。比如，因为有人造谣江苏响水化工厂爆炸，于是导致社会动荡，上万名群众开始大逃亡。比如有人造谣四川广元柑橘里有蛆虫，于是这一年全国的柑橘严重滞销，无数果农辛辛苦苦劳作一年，最后血本无归。因此杜绝这种不正之风势在必行。为了优化网络环境，杜绝这种靠着造谣蹭流量牟利的行为，每一个网络用户都应该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。八卦记者和自媒体人应该约束好自己的行为，坚持自己的道德底线和职业操守，不造谣，不转谣，
保证笔下每一个故事爆出的每一条消息都有事实依据。被造谣者在被造谣的时候要勇敢站出来澄清，并且对造谣行为进行追责，让所有的造谣者都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吃瓜群众在吃瓜的时候也要保持理性，不要人云亦云，增强辨别网络是非的能力，并且积极参加平台的监督和举报。平台要完善相关规则，严厉打击制造虚假消息的八卦记者和自媒体人，严格采用限流、禁言、封号等措施，遏制无底线炒作造谣的势头。开放监督和举报平台，运用群众的力量打击炒作造谣行为。网信部门也要重拳出击，依法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。雪崩的时候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如今各种网络平台乱象不止，各种虚假消息层出不穷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希望社会各方都能够加入进来，形成合力，共同为创建良好的网络环境而努力。那么对于八卦记者的新骗局，你怎么看？